大伯，上个月堂租和饲料账都对完了。还有事儿？大伯，我跟您干了1年多了，当初您说我出技术，您出钱，赚了对半分。分红？你脑子没毛病吧？糖是我的，苗是我的，客户是我跑了10几年跑出来的，你出了什么？出了把子力气。远航，不是二叔说你，你一个退伍兵，除了会下水摸点东西，还会啥？要不是你大伯给你口饭吃，你现在在哪儿蹬3轮都不知道。3万块，辛苦费，多了没有？大伯，当初说好的55分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是现在，你爱要不要？从今天起，你不用来了。您是说把我踢出去？船是我的，糖是我的，客户也只认我。你离了我，这片海你连条海草都捞不着。这钱你留着自己买棺材。反了你了！从今天起，谁敢带他赶海，谁敢收他一条货，就是跟我作对。我让他在这片海活不下去。回来了，分红拿到了，你大伯没亏待你吧？妈，我干了1年，大伯给了3万块辛苦费，他还把我踢出来了。他敢！爸！妈！患者暂时脱离危险，但需要住院观察，先去办手续。好，谢谢。航哥，叔和婶儿怎么样？救过来了。斌子，我在部队待了5年，回来后我爸把家里最后那点积蓄都给我，让我跟着大伯干。我信了他，1年，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晚上10点才收工。斌子，我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。航哥，你说怎么干？爷爷临走前给我的，他说这叫探龙针，能找滩涂底下别人找不着的东西。航哥，我跟你干。航哥，咱们去哪儿？大潮湾。大潮湾那边滩涂早被翻烂了，连个蛤蜊都找不到。爷爷说过，潮退3米，龙追指路，不是没东西，是没找对地方。航哥，真没东西。你看那边老孙头挖了一上午就半桶泥螺。东南15步，这里下铲。我靠，航哥，这蛏子成精了，比我手还长。接着挖。航哥，还真有，这底下一窝。航哥，这筐都装不下了，光这7只蛏网，一只至少2斤重。潮要涨了，收工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雪霸。哟，斌子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搞的？运气好，捡的。捡的？我在这片滩涂刨了20年，这么大的生子只在30年前见过1次。小兄弟，这次哪儿捞的？多少年的货？我靠，这血宝也大的离谱！野生的，野生的，这品相至少120一斤，我出100，全包了，110全要，让一让。小兄弟，这蛏子是你亲手挖的？是，我是鸿运私厨的总厨，我姓张。你这货品质是我做这行20年见过最好的，200一斤，你有多少我全要。张总厨，您这就不地道了，我先问的价。那你出多少？你不是出110吗？张总厨出200，你跟不跟？张总厨，成交。你这手上有茧，以前当过兵，在部队5年，去年刚退。1斤200，成网总共47斤，雪螺23斤，凑个整16000。张总厨，钱收到了，但这价您给高了。没给高，你这种品相，我送到私厨的餐桌上，一道能卖出3倍的价。小陈，我有个问题，你赶海多久了？今天第1天。第1天赶海，能在这片老滩涂挖出这种货，你不说也行。但你记住，这片海的水很深，有好货，有人眼红。下次出货先打这个电话，别在市场摆摊太扎眼。好。航哥，16000，我们发了。拿5000给你妈买药，剩下的给我们的3轮车换组新电池。航哥，我爹当年就是被陈德根害得破产的，今天这口气我憋了5年了。斌子，这才是第1天。航哥，网上这些人都说咱们造假。明天下午3点，大潮湾，我现场挖给你们看。
就是网上说挖亲王的那个，看着挺年轻，八成是吹牛的。左边10步。我靠，真的，这生子成精了，比我小臂还长。兄弟，你再挖一只，我直播间3万人在看。我叫陈远航，以后赶海就赶别人赶不到的货。哇，是啊，这批比上次还大，直播间10万人看你挖生，意外。本来只想证明没造假，不是意外。你有这手艺，该让更多人知道。但小心点，风向变了。陈德根今天在市场里附放了话，说你挖的那片土是他承包的养殖区，要告你偷窃。放屁！大潮湾是公共滩涂，谁都能去。我知道，但他联合了几个大的批发商，现在市场里没人敢公开收你的货。不过我不怕他，这批货我照收，价钱不变。张总厨，您不怕得罪他？我做私厨20年，靠的是食材，不靠人情。这市场不收你的货是我的机会。去查查张总厨的底。哥，咱们动他，他可是鸿运私厨的人。不弄他，弄他身边的人。那小子不是直播火了吗？火越大，摔得越惨。航哥，陈德根真敢告咱？他不是告，他是下。航哥，你过来看看。放他的屁！咱们一只一只亲手挖的，他凭一张图就造谣。银子，明天我们换个地方赶海。换地方？航哥，这不是地方的事儿，他在搞我们。我知道，所以要换个地方。爷爷说过，探龙针能找的货不止蛏子。明天去鹰嘴礁。鹰嘴礁那片下面图全是碎石，10年没人去过。没人去的地方才有最好的货。哥，帖子发上去了，转发已经过500了。继续，找个号爆料，说他的货有寄生虫，配上图，找网上的图处理一下。哥，弄这么大不会出事吧？出事儿？他一个毛头小子，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，拿什么出事？继续转，让市场里的人都看到。我要让他在这片海一条货都卖不出去。这鬼地方真能有东西？不对，底下有东西，不是蛏子。那是什么？哇，这块礁石底下。礁石底下，咱们2个人怎么挖？这是野生大网鲍。航哥，这礁石底下是个鲍鱼窝。动作快，这潮涨得比大潮湾快。我们只有半个小时。航哥，17个了，走！再不走潮水封路，我们得困在这里。航哥，这鲍鱼要是有个闪失，那就一起喂鱼。张总厨，我这边有17个野生大网鲍，活的。多大？手掌大，壳上纹路很深，最少10年以上的野生货。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来。航哥，你知道野生大网鲍现在什么价吗？去年有一批8只卖了12万。他怎么走了？斌子，我们得快点跟张总厨把生意定下来。老孙头是陈德松的人。货在哪儿？小陈，你知道野生大网鲍现在什么行情？阿斌说去年8只卖了12万，那是去年的价。今年野生网鲍几乎绝迹，市面上全是养殖货，这种品相一只至少2万5，17只我给你40万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您说，这批鲍鱼我要在3天后的私厨宴会上用，来的客人里有省城的美食评论家，你跟我一起去。航哥，这是个机会。
我去。对了，老孙头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你挖鲍鱼的具体位置。我没说，但你们小心点，他盯上你了。我知道。你说他在鹰嘴礁挖到了鲍鱼，巴掌大，最少17只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鹰嘴礁那片滩涂10年没人去过，他怎么可能在那儿找到东西？那地方我去过，水底全是暗礁，连导航船都进不去。根哥，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，他每次赶海都在用一根东西插泥里，一根铜针，巴掌长，插下去就能找准地方。铜针？那东西是我爹的，老头子临终前我翻遍了他屋里，没找到，我以为他烧了，他把探龙针给了那个小崽子。给我把老孙头说的那个私厨宴会打听清楚，我要去一趟。探龙针本来就该是我的。航哥，西裤和衬衫在里面，我在对面等你。张总厨，这鲍鱼是哪儿来的？这不是养殖货，养殖鲍肉松，咬下去没有这个弹劲儿。野生大网鲍，而且是活了至少12年的。沈老，您尝出来了。小陈，过来。这就是鲍鱼的来路。陈月航，赶海人。小伙子，你这鲍鱼还有吗？这次只有17只，都在这儿了。下次再有，直接联系我，价钱你开。省餐饮协会前会长，他的单子够你吃一辈子。这位先生，这是私人宴会，不对外开放。指这儿，大伯来看看你的本事，怎么不请我坐下？大伯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问问你，你身上那根铜针是不是你爷爷的？平爷爷临走前把它给了我，当着您和二叔的面给的。您忘了，那天您看了一眼，说这就是根破铜烂铁，扭头就走了。大伯，您今天来不是为了针，是因为我挖到了您挖不到的货，进了您进不了的宴会厅。这位先生，宴会还在进行，请你离开。好，很好，我们走。小伙子，你这个大伯还会再来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陈远航，我再确认一下，你同意我们寻味栏目做3期连播，全程跟拍你赶海？同意，但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所有直播收益我6你4；第二，拍什么不拍什么我说了算。成交。你大伯在网上造谣你的货有寄生虫，你怎么不在直播里回应？嘴皮子上去谣没用，我要让他们用眼睛看。今天去南沙湾那地方，大退潮才露出一条路，涨潮就封，跟不跟？想看的留下，不敢看的划走。航哥，这地方太安静了，连鸟都没有。不是没有东西，不是东西太大，其他东西都跑了。斌子，这里的泥跟别处不一样，踩上去没有粘，还真是硬的。我靠，这青蟹成精了！这一片底下不止1只。斌子，拿第2个笼子。航哥，咱们这是捅了螃蟹窝了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我们在南沙湾，陈海航已经挖出2只巨型野生爱青蟹。小陈，你直播间青蟹是真的，南沙湾在半个小时涨潮，那条路一淹你们就回不来了。不挖了，收工。不是泥，是油脂。这是沉香木，别硬拽，周边泥先扒松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疑似发现沉香木，先带走，回去找人鉴定。航哥，这是木头吗？怎么这么重？不是一般的木头，沉香木埋在海泥里几10年，
才能到这种颜色和密度。如果有懂行的观众，请告诉我们这是什么？斌子，把剩下笼子都扔了，今天带这4件东西回去就够了。走。小陈，你跟我去趟省里，我知道有个人能鉴定这东西。我师傅做了50年海珍品鉴定的老行家，如果这真是海沉，你接下来要面对的就不只是你大伯了。小张，把门关了。海沉香，而且是沉水级的，最少在海底埋了60年。于师傅，这东西值钱吗？那年的80万能在省城买3套房，你这块比那块品相还好。但海沉香在咱们省属于受保护资源，你得走正规手续，不然会惹大麻烦。我知道，我不会私下卖。小伙子，赶海能赶到这种东西，你手里不只有手艺吧？不问你，但你记住，你手上那根针比这块木头值钱1万倍。小陈，正规手续会慢，但这是唯一稳的路。我走正规手续。我师傅从来不夸人，今天夸了你3次。张总厨，这块沉香木我不打算卖，你想怎么处理？走正规手续，捐给海洋博物馆。但我要在捐赠仪式上开一场发布会。你是想用这块木头把所有谣言一次性砸碎？不止砸碎谣言，我要让陈德根知道，他封杀我的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陈永航，我接到通知，台里同意给你做专题纪录片，这是初步方案。林记者，先把你之前在滩拍的素材整理一下，我有一个发布会要用。你要公开反击？不，我要让他们自己过来看。航哥，这次陈德整脸得肿。捐赠仪式我来帮你约，省城媒体我认识几个。哥，那真是海沉香，那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？不是狗屎运，是探龙针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他要开什么捐赠发布会，全网直播。我爸当年说过，探龙针能找的不只是身子鲍鱼，海底下值钱的东西他都能找。给我联系东海市所有密码市场的档口，告诉他们，谁要是去参加陈远航的发布会，以后就别想从陈氏水产拿一箱货。哥，现在不是封杀市场的问题了，他在网上火了，几百万人看他直播，咱们封不住。他火了是因为能挖到别人挖不到的东西，要是他挖不到呢？我查过了，大潮湾那片滩涂，海洋局还没有正式划界。我明天去申请临时养殖许可，拿到许可那片滩涂就是我的。他再敢去，我就报警抓他。哥，那片滩涂是村里公用的，几十年了。几十年又怎样？规矩是人定的。我要让陈远航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这是公共滩涂，凭什么拦起来？喊什么喊？上面有文件，这片滩涂现在归陈氏水产管。你拍什么拍？文件呢？什么文件？你说有文件，养殖许可证、海域使用证或者镇政府的批复，拿出来我看看。文件在陈总那里，你要看去公司找他。那就是没有。走，航哥，咱们就这么走？不走，去镇政府。大潮湾那片滩涂几十年都是公共赶海区，谁给陈德根的权利封起来的？小陈，这事儿我知道，陈德根确实申请了临时养殖备案，审核期15个工作日，在结果出来前，他可以先行管理。先行管理的意思是把公共滩湖用铁挖栏封起来。这个嘛，他做的确实有点过，但手续上挑不出毛病。那鹰嘴礁呢？
南沙湾呢？他也申请了？没有，他只申请了大潮湾一块。谢谢。航哥，大潮湾就这么让他占了？那陈王窝咱们才挖了2次。爷爷说过，探龙针只找最好的货，最好的货不在一片滩涂。给他，我们有更好的地方。南沙湾的青蟹直播我看了，35万人围观你挖螃蟹。沈老过奖了，这位是老郑，省海洋博物馆的馆长。你的那块海沉香，他想跟你谈谈。老于亲自鉴定的沉水级海沉香，海底埋藏超过60年，这东西在咱们省博物馆里都没有。郑馆长，我已经决定捐给博物馆，但在捐赠仪式上，我要办一场发布会。发布会？为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公开的场合，让人无法造谣。可以，博物馆可以配合你，但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是怎么找到那块海沉香的？运气。好，运气。那发布会就定在3天后，博物馆1楼大厅。陈远航先生将这块珍贵的海沉香无偿捐赠给省海洋博物馆。陈先生，网上有人说你赶海造假，蛏子是买的，鲍鱼是摆拍，海沉香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，你怎么回应？于师傅，您能再说一遍鉴定结论吗？海沉香沉水级，海底自然沉化超过60年。我老于做了50年鉴定，经手的沉香没有1000也有800，这块是我见过品相最好的之一。这是省海洋局出具的合法采集证明，上面有编号，你们可以查。我也有份文件，大家要不要看看？大潮湾养殖备案回据，盖了公章的。我想问问我的好侄子，你的称王、你的鲍鱼是不是从大潮湾挖的？是。听到了吧？他承认了。我申请备案的那片区域，他之前一直在偷采，所有东西都应该归我。放屁！咱们挖的时候你还没申请备案，那又怎样？备案审核期，区域先行管理。我现在把备案回据拿到手了，之前的东西我可以追溯追究。大伯，你说那一片归你了，那我问你，生王具体在哪个位置挖的？鲍鱼在哪个礁石下？海沉香埋在什么深度的泥里？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只能封一片滩涂，但你封不住我知道的位置。大伯，封了一片滩涂就高兴成这样，那是我挖剩的。哥，他怎么一点都不慌？大潮湾可是咱们封掉的第一个，他手里还有鹰嘴礁和南沙湾。他说挖剩的，那小子不是在逞强，他早就知道我会封大潮湾，他提前把最好的货都挖走了。那鹰嘴礁和南沙湾咱们封不封？封不住，那2个地方不是滩涂，手续不一样。上回说的那人联系上了吗？联系上了，但他要价不轻，说这活脏手得加钱。转给你了。告诉他，不用弄人，弄滩涂。哥，你是说鹰嘴礁那片碎石滩，给我倒废机油上去，让他挖，挖出来的全是柴油味的死货。航哥，林记者发来一条消息，张总厨，等下我给您回过去，说有人今晚要搞鹰嘴礁。林记者，你确定是鹰嘴礁？确定，我就在附近。那辆面包车后面装着几个铁桶，我闻到柴油味了。航哥，你呢？斌子报警，然后给张总厨打电话，让他联系镇上的渔业执法队。先去，警察到之前，我得把那桶拦下来。鹰嘴礁入口有人要倒废机油。定位发你了。
往里走。豹哥说了，找水洼多的地方，整桶倒下去。明天退潮，这整片滩涂全废。放下来！你谁啊？少管闲事！陈远航，这片滩滩是我在赶的。你们倒柴油之前，没人告诉你们我是谁。哼，知道你是谁。陈德根说了，弄的就是你。这钱是你的医药费，识相的就滚。航哥，警察5分钟到。你报警！全程录像。刚才你那句话，陈德根说了，弄的就是你，已经进去了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2个人的笔录都录了，一个交代了受东海市一个叫豹哥的指使，豹哥收了陈德根的钱，雇他们来倒废机油毁滩涂。陈德根呢？已经传唤了，天亮到案。辛苦了，小伙子，你录像的行为很关键，里面那句话陈德根说了，弄的就是你，是直接指认，这个案子定性没问题。怎么样了，航哥？陈德根天亮到案。终于，这老王八蛋跑不掉了。斌子，这只是开始，他背后还有豹哥，豹哥背后是东海市码头那些势力。但是鹰嘴胶保住了，走，趁今天退潮早，我们去赶一趟。航哥，这只怎么蔫了？昨晚那俩人没倒成油啊？这不对呀，昨晚油桶都没倒下去。不是昨晚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鹰嘴胶的水质已经出问题了，不是柴油，是别的。在陈德根派人来之前就开始了。那咱这批货还能卖吗？小陈，怎么了？张总厨，我需要一个水质检测站的联系方式。鹰嘴胶这边不对劲。我马上发你。氨氮指标超标3倍。陈先生，你判断的没错，这片滩滩的氨氮指标超标了3倍。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那条暗口通向3公里外的食品加工厂，初步判断是有机废水渗进了滩涂。那厂子是谁的？注册法人叫王豹，东海市码头的。豹哥的厂。豹哥的厂？我拍到了，水样、暗沟、法人信息都拍到了。鹰嘴胶的水质被豹哥的加工厂污染了，那片滩涂上长出来的鲍鱼已经开始出问题。这种品质的鲍鱼不能上桌，上了就是砸招牌。所以我来跟各位说实话，这一批鹰嘴胶的鲍鱼我取消发货。取消？小陈，你知道这一批预订单值多少钱吗？知道，大概60万。但我不想为了60万把各位的招牌跟我一起砸了。货有问题就是有问题，我宁可赔违约金。年轻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这番话比任何营销都有用？小张，你那批预定的鲍鱼损失算我的，违约金不收。但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，鹰嘴胶废了，你下一步怎么办？沈老，爷爷临走前告诉我，探龙针能用的地方不止3处。航哥，都翻了2天了，爷爷还写别的地方吗？斌子，你知道黑龙沟吗？你知道黑龙沟吗？你说的是黑潮沟吧？
村里老人都叫黑龙沟。航哥，那地方不能去。我爹小时候跟大人去过一次，说那地方潮水不正常，退潮的时候海面上会出现一条黑色潮线，船进了那条线就出不来。60年代有2艘渔船在那失踪。爷爷去过，爷爷去过。那是九叔，村里最老的海狼。九叔，我想问您一个地方。黑龙沟。您怎么知道？你手里那根针是你爷爷的。你爷爷当年拿着那根针去了一趟黑龙沟，回来的时候船上装满了货，3年没出海都花不完。但他回来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话：黑龙沟里的东西不是给一个人准备的，是给全村准备的。什么意思？他没说清楚。后来你大伯夺了家产，你爷爷到死也没再去过第2次。黑龙沟的入口在海面之下，只有每年农历8月一大退潮，那条沟才会露出来。今年8月18是5天后。陈远航，你得过来看看这个。你针上的纹路不是装饰，是明代海商的导航密文。类似铜器，全国只发现过3件，全部定为国家2级以上文物。航哥，你兜里揣的是古董？这篇论文是什么时候发表的？3年前，作者是省海洋大学的周教授。把周教授的联系方式给我。在去黑龙沟之前，我要搞清楚这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你就是那个赶海的网红，周教授，我不是来上节目的，我是来请您看这个。可以上手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爷爷说是探龙针，能找滩底下的活物。不止，这东西的真正名字叫海藏针，明代永乐年间的航海器，它用的是一种特殊铜合金，能对海底有机物腐烂产生的微弱电磁场做出反应。所以它不是神物，不是神物，但比神话更难得。这个符号是明代市舶司的官印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当年官方勘测船队的装备。全国的博物馆里一件完整的都没有。你这件是目前唯一能正常使用的孤品，这种级别的东西最好先备案保护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用？5天后，黑龙沟大退潮。我爷爷的笔记指向那里。我知道这东西不是给一个人的。黑龙沟那片海域资料很少，潮汐异常，别把它当发财的路。有任何异常发现，第一时间联系我，别私财，别乱动生态。好，走正规手续。黑龙沟的水会退到最低点，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窗口期。航哥，我跟你进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你爷爷当年用的就是这根桨，水退3丈，滩涂露出，往东南走200步，看到礁石围成的圆环就往里进。九叔，黑色那片水是什么？你爷爷说那是龙睡觉的地方。台里批了，今天这场直播全省都能看到，信号走的是卫星。上3轮车，出发！航哥，直播现在多少人在看？嘘。航哥，
会不会九叔记错了？不是没信号，是方向不对。刚才走错了方向。镜头看到了，正在自己动。航哥，你看那里。那下面有东西。水是温的。这是什么？陈远航，直播间现在50万人了，弹幕有人说是龙珠贝。爷爷笔记里提过，龙珠贝只长在海底温泉的石缝里。斌子，这石缝里还有更多，动手！航哥，这水还真是热的。航哥，还多着呢！朝线长得比预报快。够了，不贪，按九叔路线原路返回，不走黑色水面。航哥，潮要涨了，那条黑色滩涂马上要淹。走，原路返回，不走黑色水面。快，朝线长得比预报快！画面稳住，别让弹幕盖住背。航哥，他们带着家伙。陈宇航，听说你捞到了好东西。带鱼叉来赶海，豹哥，你这装备不太专业。陈远航，听说你捞到了好东西，信号还稳。龙珠贝，我知道你捞上来了。我在这片海混了20年，黑龙沟里有龙珠贝的事儿，你爷爷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只不过我没有探龙针，找不到具体位置。现在你帮我找到了，你试试动一下。豹哥，你搞错了一件事，现在不是我们2个人在这里跟你对峙，是全省52万人在看。东海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卫星直播。王豹先生，您的画面已经被实时传输到全省观众面前。你不是想要龙珠贝吗？现在就给你，但你要当着52万人的面说清楚这龙珠贝是从哪儿来的。你玩阴的，我玩阳的。直播、合法采集、水质检测报告，每一只龙珠贝都有来源可查。你那座加工厂往鹰嘴窑排废水的事儿，你确定要当着全省观众的面跟我算账？豹哥，有直播，不能动手。陈远航，直播能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世。豹哥，回去告诉陈德根，他想封滩涂，滩涂被我挖空了；他想毁滩涂，我拿到了检测报告；他想借你的手弄我，你现在也白跑一趟。刚才那段全省都看到了。走，回去找张总厨。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窑布，是30年前在澳门吃的野蔬日月贝。这只龙珠贝的鲜度比那只高了3成。这不是普通贝类，龙珠贝学名墨玉猪母贝，是猪母贝的远古近亲，最后一次被采集记录是1957年。你手里这3斗龙珠贝，很可能是全国近70年来唯一的一次活体采集记录。这批龙珠贝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想再办一场品鉴会，但不是私厨的品鉴会，是公开的，请全省媒体来，请所有之前拒绝过我的人来，请陈德根来，把检测报告摆出来，把活体采集记录摆出来，我要让所有造过我窑的人自己走进那个门。哥，你看到直播了吗？看到了，省里发了通报，王豹的加工厂被立案调查了，陈远航提供的水质检测报告是主要证据。哥，张总厨那边放出消息，陈宇航3天后开公开品鉴会，还邀请了咱们。我不去。可是他请了全省媒体，如果咱们不去，以后在行业里更难混。他把滩涂挖空了，我派豹子拉油，他拿到了检测报告，我让豹子堵他，他在全省直播面前打了豹子的脸。我去，我要亲眼看一看那条黑龙沟里
到底捞出了什么？各位，品鉴之前，我先给大家看2份文件。墨玉猪母贝，俗称龙珠贝，近70年来全国首次活体采集记录，采集人陈好航，采集海域合法公共赶海区，鹰嘴礁滩涂水质检测报告，氨氮超标3倍，污染源头是王报的食品加工厂。这份报告我已经提交给省海洋渔业局，涉事企业正在接受调查。大伯，尝尝，您这辈子没收过我的货，今天这一盘免费。各位，今天这个品鉴会，我不是来炫耀的，我是来宣布一件事。我陈宇航准备成立东海村渔业合作社，我要把黑龙沟和鹰嘴窑的赶海路线分享给全村所有愿意跟我干的人。年轻人，你比你大伯强。航哥，今天那个场面，陈德哥那张脸值了，太值了。斌子，品鉴会是结束了，但合作社的事儿才刚开始。你公开宣布成立合作社，就是在跟他抢地盘。不是抢，是换。他那种靠压价、靠封锁、靠造谣做生意的模式，迟早完蛋。那咱怎么让村里人信？品鉴会之后，我接到了6个电话，都是省城高端餐厅，他们想要你的长期供货合同。这意向书你签不签？合作社还没正式注册，这些合同我不能签，我要等合作社注册下来，以合作社的名义签。这批龙珠贝的收益，我留一半做合作社启动资金，另一半分给第一批跟我干的社员。航哥，第一批社员还没影呢，明天就有。明天我去村里开动员会。今天开这个会是陈远航要跟大家商量个事儿。远航，你上来讲。各位叔伯婶娘，我陈远航去年被陈德根踢出公司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后来我赶海赚了钱，大家也看到了。今天叫大家来不是显摆，是有件事儿想跟大家一起干。远航，你别怪我说实话，你大伯放话谁跟你干？以后别想用他的饲料冷枪收购渠道，我们跟你干，喝西北风吗？陈德根的饲料1斤2块5，它的收购价生子1斤30，鲍鱼1斤120，这些大家都知道。我捞的龙珠贝一只，仅这颗龙珠就能卖到3到5千，贝肉不算。合作社只收2成管理费，剩下8成全是你们自己的。远航，探龙针是你爷爷传给你的宝贝，你真的肯给我们用？我爷爷临走前跟我说，这东西不是给一个人的，是给全村的。我跟他跑过一次黑龙沟，我信他，我也加入。远航，我跟你。明天我让张总叔派人来村里收第一批货。哥，你快来看，那是老孙头的筐子，那是孙老二的，连九叔那老东西都来送货了。哥，咱们这边的堂口昨天有3个养殖户交了解约申请。哥，要不咱们也搞合作社？来不及了。你觉得陈远航是靠什么抢走这些散户的？靠探龙针，靠龙珠贝。他是靠合作社，散户卖给我1斤剩子30块，我卖80，散户卖给陈远航的合作社直接卖160，差价10倍。他不是在赶海，他是在改写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。喂，小陈，好消息，海沉乡定级结果批发了，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国家3级文物，省海洋博物馆设立赶海人捐赠专区。航哥，合作社挂牌新闻被省台转发了。省里看了鹰嘴礁水质数据，决定全省沿海滩涂水质普查，东海村是第一站。刚才那个表情比你挖到龙珠贝那天还开心。开心的不是新闻，是总算能把这些年欠村里的还回去。我爹当年被大伯气死，靠的是村里人凑钱给我爸办的后事。我妈住院那段时间，九叔送了半年的鱼。这句话做片子的结尾。
你爷爷当年把探龙针给你是对的，我不服气了一辈子，今天服了。你爷爷当年也是这么说的，黑龙沟去了一次，就再也没去过。他说，大海里的东西不是给一个人准备的。九叔，我还欠您一样东西，你跟你爷爷一个模子。我的妈，800多万！孙老二家全年出货橙子12000斤，鲍鱼300只，青蟹47只，总收入63万。我去年给陈德根共全年才挣了不是2万，实际到手，分后实际到手2万，你啥都我们是8万。下面请合作社理事长陈远航讲话。今天这个分红大会不是让大家来给我鼓掌的，合作社80%利润分给社员，不是我大方，这些钱本来就应该归大家。我不过是找到了几条好滩图，走通了几条销售渠道。有人说我把陈德根搞倒了，给我拍手叫好。我倒不觉得，陈德根的错不是他贪，是他格局小。他以为把控收购渠道就能独吃整片海，他错了。大海这么大，滩图这么长，一个人咱们所有人一起。明年合作社要建自己自脚涌下，咱们自己捕、自己加工、自己卖。好。远航，我媳妇儿今晚给你送鱼圆。航哥，去年这个时候咱俩饿着肚子挖生子，今年全村都跟着你富了。不是跟着我富，是跟着合作社富。纪录片后期做完了，片名叫《赶海人》，下周1上播。多拍拍九叔他们，真正的赶海人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全村。航哥，去哪儿？去黑龙沟看看，今天退潮。航哥，今天又来找龙珠贝，上次捞的应该还没卖完吧？不找贝，我想看看那个漩涡里的石缝到底是什么。龙珠贝还在下面，但反应比上次弱了。不对，龙珠贝在漩涡下面，但海藏针对旁边反应更强，说明底下的东西变了。新长出来的，什么东西能比龙珠贝还大？爷爷说过，黑龙沟水底有地热温泉，龙珠贝只长在温泉石缝里，但温泉石缝里除了贝，还会长一种东西。什么？珊瑚，而且是深海才能长的那种。下次不能只靠水库，要准备潜水设备。你是要潜进那个漩涡里？深蓝渔业名字比陈氏水产大气，你的冷链加工厂就设在这儿。原来的养殖塘口全部保留，社员可以继续用。加工车间在原仓库基础上改建，冷库设备下照到货。你想做到什么程度？合作社负责源头捕捞，深蓝渔业负责加工和销售。1年内把东海村的海鲜品牌打到省城所有高端餐厅。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你要跟东海市码头上所有传统批发商对着干。我知道，但我手里有3样东西，他们没有：稳定货源、顶级海鲜品种，还有周教授的生态养殖技术支持。深蓝渔业的第1份长期合同，红云私厨签了。不止红云私厨，深蓝不走批发市场，全部直供终端。你这是在革整个行业的命。大家今天把手里的活都放下，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儿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大潮湾的参子品质已经恢复了，养殖备案被法院撤销，大潮湾重新回到公共赶海区。明年开春，这片可以重新开放。鹰嘴礁经过半年净化，氨氮指标已恢复正常，鲍鱼苗已经投放。这批鲍鱼品质会更好，因为我们控制了上游污染源。航哥，南沙湾青蟹呢？南沙湾滩涂面积有限，从下个月起，每年只开放2次，每次不超过2周。远航，你是要限制大家赶海？限制是为了让这片海能一直给咱们东西。如果不留种，明年就没有青蟹可捞。他说的对，60年代大黄鱼是怎么没的？不是捕光了吗？黑龙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进去，那里面不只有龙珠贝。等我把底下情况摸清，再决定怎么开发。在那之前，黑龙沟不对外开放。怕不怕你一个人去有危险？所以我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，不是赶海，是潜水。航哥，我报名。你不能去，公司日常运营需要你盯着。我已经联系了省城一家潜水俱乐部的教练，下周来。陈总，我再确认一遍，你以前有潜水经验吗？在部队的时候有过潜水训练，但没用过气瓶。那你今天第1次下水，不能太深。下面如果有温泉口，深度可能超过20米，第1次建议不超过10米。下水之后跟紧我，随时关注气压表，遇到任何不舒服立刻做上升手势。
OK。 There's something down here. 陈总，你知道你发现的是什么吗？那不是普通红珊瑚，是宝石级的深海红珊瑚。我在潜水圈这么多年，只在资料上见过。你看，那片珊瑚林范围不小，如果全部长成，价值不可估量。但我建议你不要急，红珊瑚生长速度极慢，1年只长几毫米。那些大株的至少活了上百年，动一颗可能就毁一片。方教练，今天谢谢你了。这个地方的位置，请你保密。你放心，这是我的职业操守。但这种级别的发现，迟早会被外界知道，你得想好怎么保护它。我会想办法。在想到办法之前，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3个人，你、我和阿斌。存好，别外传。这片海不能再只按钱算。